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继续在太平洋岛国的访问，周日转抵斐济。期间，除了同斐济总统卡托尼维雷、总理姆拜尼马拉玛会面外，还将主持召开第2届中国太平洋岛国外长会。这也被视为王毅此次南太之旅的重头戏。这次是王毅自2018年后再度访问斐济。当地时间周日下午5点半左右，王毅抵达苏瓦瑙索里国际机场。王毅小跑下机舱，与多名在现场迎接的斐济官员亲切寒暄。基础设施、气象服务、土地和矿产资源部长乔恩·乌萨马特在场迎接。你好吗？你好，你看不到welcome to Fiji。他在中国学习过。这是基础设施部部长。他肯定可以出个钱，你好吗？我来自斐济。王毅在斐济首都苏瓦会见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长普纳时说，自己此次南太之行目的在于加强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互利合作及友好交流，是一次和平、友谊及合作之旅。太平洋岛国论坛是南太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政府间组织，中方还设立中国太平洋岛国论坛合作基金，并为秘书处驻华专员署提供便利。普纳表示，中国是太平洋岛国重要的对话和发展伙伴，长期以来为岛国发展做出不可或缺贡献，期待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充分借助中国的发展机遇，实现可持续多元化发展。王毅还在斐济同纽埃总理兼外长塔格拉吉举行了视频会晤。在王毅2日斐济行程期间，还将会晤斐济总统卡托尼维雷以及总理姆拜尼马拉玛。至于将在周一召开的中国太平洋岛国外长会，被视为王毅此次南太之旅的重头戏。早前有消息指，中方将与多个太平洋国家磋商渔业以及安全等一系列合作协议。去年10月，首次中国太平洋岛国外长会开创性举办，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而即将到来的第2次外长会将在线下举行，并且首次在岛国斐济举行。有分析指出，这将为地区合作打造更多新亮点，各方或将评估机制运行成果，探讨如何进一步推动举措落地。周五，中国驻斐济使馆发言人就中国太平洋岛国合作答记者问时强调，太平洋岛国不是谁家的后院，应该成为国际合作的大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竞技场。我们坚持开放包容，从不强迫岛国选边站队，从不强买强卖，从不谋求私利和所谓势力范围，始终是谋和平、促发展、求合作的建设性力量。相信太平洋地区有识之士能够明辨是非，认清谁是真正的朋友，谁是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的麻烦制造者。事实上，中国和南太岛国的良性互动让美澳等国如坐针毡。南太平洋地区岛屿众多，国家星罗棋布，而斐济则是位于西南太平洋的中心，是南太岛国中的大国。当前正值美国政府联合盟友，并借印太经济框架打造对华阵线之际，斐济将是第1个加入拜登政府极力推动的印太经济框架的太平洋岛国。美国媒体称，这将推动华盛顿方面对抗中国在亚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其实，美日等国长时间忽视与南太国家的交往，直到今年才重视起来。在今年2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斐，这是自1985年以来美国国务卿的首次到访。日本外相林芳正也在本月初访问斐济和帕劳，这也是日本外相时隔30余年再次访问斐济。如今，斐济加入印太经济框架，对美国来说，如同是在南太的博弈上扳回一局。还有外媒认为，斐济的加入对于该地区来说，将起到一定的引领和带动作用。它的本质目的是为了增强与中国的经济竞争。不过呢，我觉得岛国对这个问题并不是特别的看重，因为从目前来看，我们看不到印太经济框架能为经济发展、能为岛国改善这个发展能力提供多少帮助。从这个意义来讲，目前来看，我看不到它对岛国有多大的吸引力。不过，观察指出，斐济的加入暴露了有关印太经济框架的更多漏洞。印太经济框架看似是一个经济框架，可如今已经坐实了美国地缘政治工具的身份。美国在该框架中拥有绝对的权利，哪个国家能否加入该组织，完全是美国说了算。美国、澳大利亚将斐济纳入印太战略框架，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表明他们对斐济的重视。斐济被誉为南太平洋地区的十字路口，它的战略位置十分的重要。
那么同时呢，斐济在岛国中间，它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比较高，人口也比较多，在岛国之间的影响力也比较大。这个本身而言是美国和澳大利亚为了对抗中国或者是制衡中国影响力的一个步骤。中国外长王毅正在访问太平洋岛国，与南太岛国外长会议明天将召开，但美澳对此很着急，背后动作不断，这是为什么呢？美国刚刚部署印太战略，中国呢就破了美国的印太防线。美国和四方联盟呢不焦虑才怪，澳大利亚呢更是高度的紧张。王毅访问南太平洋岛国，其中包含了中国要与所罗门群岛签订安全协议，也传出呢要与南太平洋多国签署多边协议，要把经济合作与安全相挂钩，从双边主义呢转变到多边主义，扩大在人道和救灾领域的合作，寻求更多的海域准入合作计划，很可能呢提出建立中国太平洋岛屿自由贸易区。这不仅加大了中国在南太的这个影响力，也把美日印澳四方会谈呢刚刚发布的印太经济框架给捅了一个窟窿。前段时间呢，盛传中国和所罗门达成安全协议，就让澳大利亚和美国发慌，他们担心呢中国会建立军事基地。这次王毅访问中呢，把话挑明了，中国无意在所罗门群岛建立军事基地，同时呢也驳斥了美澳的无端指责，并且说中所安全协议呢是存在的，不针对任何第三方，是无可指责的、诚实的和无私的。不建立军事基地呢，并不意味着中国在南太就没有军事合作和安全协同，这对美国、澳大利亚及四方安全联盟呢，无疑是一种平衡和反制。他们当然呢焦虑和紧张了。那么这也显示呢，中国平等相处、合作共赢的外交理念，比美西方的这个唯独制约论要更有吸引力，更容易得到接纳和理解。刚刚结束亚洲之行的美国总统拜登于当地时间周五，在美国海军军官学院毕业典礼上对即将毕业的学员发表讲话。他老调重弹，主动提及印太战略及南海议题，宣称这些海军毕业生的工作之一就是确保所谓南海的航行自由。而这次讲话中，拜登又一次出现重大口误，竟将韩国说成了朝鲜。当地时间周五，拜登前往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的美国海军军官学院，对约1200名即将毕业的海军学员发表讲话。讲话中，拜登将炮火对准俄罗斯总统普京，鼓励学员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肩负起维护稳定的责任。在谈论美国与盟友合作对全球安全的重要性时，拜登提到了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拜登还在讲话中把盟友韩国错误地说成了朝鲜。实际上，拜登口误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上周访问韩国时，拜登就把韩国现任总统尹锡悦的名字同韩国前总统文在寅混为一谈。When I call for sanctions against Russia, that in addition to NATO, that Australia, Japan, North Korea, some of the ASEAN countries would stand up and support those sanctions. 随后，拜登话锋一转，开始强调所谓南海航行安全，并将印太地区称为美国应对威胁的前线。You'll defend the international rules of the road, underwrite the future of the Indo-Pacific that is free and open. Ensure freedom of navigation of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beyond, and make sure the sea lanes remain open and secure. 实际上，从拜登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近期没少提及印太战略及南海议题。访问日本期间，拜登出席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峰会，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甚至还提出所谓海洋倡议，企图打击中国渔船在印太海域的活动。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指出，中方向来积极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请有关国家不要戴有色眼镜，进行毫无根据的指责、搞小圈子、挑动阵营对立，才真正威胁构建和平稳定合作的海洋秩序。标志着今后美国在印太战略中，南海将是重点。因为从印太战略的基本构想去分析，南海是中枢也是枢纽。如果美国在南海得不到所谓的绝对优势，那么两海是一个所谓的分隔状态。那么只有在南海占据主动位置，两洋中间才会有跳板。所以拉拢周边国家，
保证自己在南海有足够的基地。另外呢，保持在南海强大的水面、水下、空中的作战存在，这大概是美国下一步在南海的主要做法。与此同时，为配合印太战略，美国加速调整全球军力部署，大批先进武器聚集该地区，并肆意搅动局势。美国海军近日公布了康涅狄格号核潜艇去年在南海发生撞山事故的最终调查报告。报告指出，事故原因与航行规划、风险管理等错误有关，导致11名水兵受伤。由于搁浅过程中造成的持续损坏，康涅狄格号核潜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运行。美媒还表示，事件发生后，美国海军以失去信心为由，解除康涅狄格号潜艇指挥官、副艇长和首席声纳技术员的职务。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去年11月5日曾就此次事件敦促美方停止派军舰军机四处滋事挑衅、炫耀武力，停止损害别国主权安全的行径，否则此类事故恐怕不会更少，只会更多。美国目前的基本态势是，不光自己要在南海有存在，同时要拉拢周边国家在南海有存在。另外，美国目前在准备把北约的祸水东引。你像之前北约国家，特别是英国、法国、德国，也派出了作战舰艇在南海进行所谓的巡航行动。所以美国呢正在把北约海上作战能力变成自己的战略工具。那么这一点和以往相比有比较大的区别。近期，海军舰艇编队在南海海域展开多场实战训练。而根据中国海事局发布的公告，从本周6至下周3，南海部分海域正在进行军事训练。在东部战区日前于台岛周边海空域组织多军兵种联合战备警训和实战化演练之后，南海方向的这一次演习再次引起外界高度关注。舰载机起装部署，舰载机起装部署。舰载机准备着舰。人民海军官方微博发布的视频显示，海南舰近日在南海某海域组织基础科目强化训练，现场战机轰鸣，场面震撼。海南舰是海军首艘075型2栖攻击舰，去年4月23日在海南三亚某军港集中交接入列。海南舰可搭载2栖装甲车、多型直升机、气垫艇及坦克装甲车，配有导弹、舰炮、电子战等武器系统，具备立体登陆作战能力。入列1年多来，海南舰官兵通过一次次实战化演练，不断探索2栖作战兵力运用方式，2栖投送能力稳步提升。近日的这次演练再次展开舰机协同和航空舰面保障等科目训练，锤炼舰艇综合作战能力。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数架舰载直升机编组后依次进行着舰航行，不断抵近海南舰飞行甲板。在起降引导员的指挥下，舰载直升机准确无误地降落在起降点。随后，甲板作业人员前出固定机轮等，迅速完成油水气垫保障，等待后续放飞。前后位置好的，最后有点急了，就这样。海上风浪大，舰艇摇摆不定，舰载直升机着舰起飞面临更大考验。我们一共保障了几十个架次的舰载机飞行起降作业，极大提高了官兵航空保障作业的精准度和协同配合的熟练度，舰载机的出动效率进一步得到提升，为日后更好地履行使命任务，做到一声令下随时能战，打下了坚实基础。2栖攻击舰作为海上大型作战平台，以其多样的装载方式、灵活的战术运用、综合的任务能力、强大的指挥功能，成为大国重器。这次主要的看点呢，就是实战化能力比较强，因为075呢是新型2栖攻击舰，也是改变登岛作战和登陆作战最核心的革命性的武器装备。另外呢，从整个演练过程来看呢，它是一个完整的训练，也不光是装卸训练，而且协同训练。另外呢，像保障啊，包括各种从离岛到航渡一直到登陆，整个作战过程非常连贯，也说明呢已经形成了作战能力，而且在对于主要海区的控制、岛屿的控制、制空权很多方面有了比较大的进步和发展。与此同时，近日南海某海域南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昆明舰、咸宁舰、柳州舰组成舰艇编队，展开多科目实战化训练。各舰抵达就位点，主炮对海射击，空中数批低、慢、小目标多方向同时来袭，各舰自行组织抗击。编队还训练了航行补给、实射火箭、深弹等科目。战斗起飞！
接到敌情通报，舰艇编队迅速调整航线航速，向目标就位点加速前进。各舰同时提高战斗部署等级，加强警戒搜索，做好对空、对海防御准备。抵达各自就位点后，各舰艇快速占领攻击阵位。预备，放！右后方移动，向右后方移动。海上敌情刚刚结束，空中敌情接踵而至，多个目标从多方向同时来袭，编队各舰艇根据抗击扇面组织攻击。看我！此次训练模拟逼真的战场环境，有效检验在编队统一指挥下各舰协同作战能力，不断提升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此次演练的舰艇编队中，昆明舰是我国自行研制设计生产的052第一型导弹驱逐舰首舰，舷号172，满载排水量近7000吨，信息化程度高，隐身性能好，具有较强的区域防空和对海作战能力。该舰于2014年正式入列以来，多次参加全军海军重大演训任务，创造了中国海军历史上多个首次。而咸宁舰和柳州舰均为海军最新型054A 型护卫舰，主要装备舰导弹系统、近程防御舰炮等先进武器，以及垂直发射防空导弹系统，还可搭载1架舰载直升机，可单独或协同海军其他兵力攻击水面舰艇、潜艇，具有较强的远程警戒和防空、反舰、反潜作战能力。值得注意的是，连日来，中国海事局网站发布多条航行警告，禁航时段涉及5月28日至6月1日24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由于东部战区日前在台岛周边海空域组织多军兵种联合战备警巡和实战化演练之后，南海方向的这一演习再次引发外界高度关注。东部战区5月份已经2次宣布进行针对台岛的大规模实战化演练，一次是5月6日至8日，东部战区组织海空、长岛等兵力在台岛以东和西南海空域进行实兵演练；另一次是东部战区5月25日发布消息称，针对美台勾连活动，近日东部战区在台岛周边海空域组织多军兵种联合战备警巡和实战化演练。此外，本月2日，航母辽宁舰从东海穿过冲绳本岛与宫古岛之间驶入太平洋，导弹驱逐舰、综合补给舰等一同航行。辽宁舰于21日回到东海。期间，日本防卫省副图公布总计12天有舰载机起降总数达到300架次以上，再创新高。日本海上自卫队出动准航母出云号，持续追踪监视了1周多。在东海，我们的辽宁舰包括整个编队进行了实战化的训练。而且这次整个编队是有史以来最完整的编队，实力最为强大。实际上呢，我们在不同海域的演习行动，首先是提高实战能力，通过联合训练、联合指挥，让自己的实战水平有进步、有发展。同时呢，也是应对不同海域外方所构成的威胁。美国总统拜登在海军学院说，毕业生的任务是确保南海及其他地区的航行自由。那对此您怎么看？主持人好。最近，美国接二连三地抛出对华政策实施方案，拜登在海军学院的演讲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尽管很多论者都认为拜登和特朗普的对华政策没什么两样，甚至拜登的对华政策更加温和一些，但我认为拜登政府和特朗普政府的最大不同之处是，特朗普政府喊得猛，措辞强硬，但雷声大雨点小，实施的不多，或者说实施不了。拜登政府说辞温和，但绵里藏针，雷声不大雨点大，已经开始设法实施，从安全、经济、政治多方面遏制中国，干扰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在拜登政府的推动下，美国在传统的五眼联盟基础上建构出澳英美军事联盟，然后又在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上附加了经济因素，设法营造出印太经济框架，排斥和遏制中国的经济影响力。现在拜登政府又向台海和南海伸出魔爪，要把相对和平和稳定的南海区域变成中美地缘政治竞争的擂台。拜登在海军学院的演讲就是发出美国海军将扩大在南海活动的信号，用军事存在给东南亚一些国家壮胆，要他们向美国靠拢，更深入地参与到印太经济框架中，把安全和经济更密切地联系起来。那么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
东南亚国家往往呢把经济和安全呢相分割，安全上倾向于美国，经济上倾向于中国。由于南海和东南亚呢都比较稳定，美国发挥不了什么影响力，而中国经济呢持续发展，东南亚国家和中国的经贸联系呢就是越来越密切，那么中国的影响力呢也是快速的增加。现在呢，拜登政府要做的就是通过加大对南海的军事存在，来平衡和限制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拜登所谓的捍卫国际通信规则以及确保南海航行自由，不过是美国呢加大军事存在的借口。美国的做法呢，对中美关系和南海东盟的稳定都将带来挑战。中国昨天起在南海举行海军演习，那您认为这是对美国的回应吗？是的，这是中国对美国的强力回击。在过去1周多时间内呢，从拜登访问日韩到布林肯发布对华新政策，那么再到拜登的海军学院演讲，美国及其盟友呢对中国在印太区域的军事影响力和经济影响力进行了喋喋不休的歪曲、抹黑和指责。中国呢也需要以行动来回应，于是呢就有了南海军演。中国海军呢在海南岛南部100平方公里的海域上展开演练。很明显呢，这是向美国及其盟友发出警告，不要低估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决心。无论在台海还是南海，中国人民呢是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来欺负、压迫。谁要妄想这样干，那必将呢喷得头破血流。在拜登访问日韩前后呢，这个中方知道美方呢要在台湾问题上会挑事，那么解放军东部战区呢在5月份进行了2次针对美台勾连的大规模实战化演练，多兵种战备警巡。现在的南海军演也一样，就是针对外来势力对西太平洋区域的干扰和破坏，就是针对美军在南海日益增强的军事活动。你敢造次，我就击碎你的霸权们。俄乌冲突仍集中于乌克兰东部，乌克兰方面通报顿涅茨克地区战况激烈，而俄罗斯则声称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战略重镇红利曼。最近几周，随着乌军在俄乌火炮大战中落于下风，美西方加大援助乌克兰的力度。丹麦向乌克兰提供美制鱼叉反舰导弹，俄海军黑海舰队将面临巨大压力。同时，美方可能会提供远射程火箭炮，打击距离可达数百公里。面对外部压力，俄罗斯周6宣布再次成功试射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该导弹无法被导弹防御系统或防空系统拦截。俄军继续集中炮轰乌克兰东部。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少将周6表示，过去1天，俄军继续对乌军目标进行打击，摧毁了乌军4个弹药库及乌军下属部队的2个指挥所。俄罗斯防空系统在扎波罗热地区击落了乌方的直升机和战机。俄罗斯国防部周6还宣布，俄军与顿涅茨克武装部队、卢甘斯克武装部队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战略重镇红利曼。红利曼是乌克兰东部地区铁路枢纽，运载武器的列车主要经过当地。控制红利曼有利俄军越过北顿涅茨河，继续向东部推进。而红利曼位于乌军在卢甘斯克最后据点北顿涅茨克的西面。乌克兰方面周6通报称，顿涅茨克地区战况激烈，在卢甘斯克地区经过激战，俄军在部分地区暂时退却。俄军仍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不断增加部队和装备，试图在某些区域包围乌军。目前，卢甘斯克现在已有95%的地方落入俄军手中，距离俄军达到控制整个顿巴斯地区的目标又迈进一步。俄罗斯加大了在乌东地区的一些重镇尤其是交通军事的重镇，他们也是粮食储备的重镇加大了这个攻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摧毁乌克兰的抵抗的意志，消灭它的有生的力量，主要是打击了军事力量和重型装备和兵工厂。而西方的武器还在持续运达乌克兰。乌克兰国防部长阿列克谢列兹尼科夫周6表示，乌方已经开始接收来自丹麦的鱼叉反舰导弹，用来加强乌克兰海防。他还披露，乌方接收鱼叉导弹是多国合作的结果，英国就参与了运送。目前，丹麦国防军装备了鱼叉岸舰导弹系统，该岸舰导弹系统使用了鱼叉 Block 2S 导弹。
鱼叉 Block 2不仅换装了新发动机和制导组件，射程也提升至220千米以上，打击范围增加近1倍，能够打击水面目标，还能够打击地面目标。鱼叉导弹通常部署在战舰、潜艇甚至轰炸机上，只有丹麦将其改进为可以装备在卡车上，是陆基发射的岸防利器。据悉，乌克兰军队一直希望得到鱼叉导弹，以打破俄军对敖德萨港口的封锁，同时摆脱海基导弹的持续骚扰。分析人士认为，乌克兰获得鱼叉岸舰导弹后，可以在离俄海军舰艇更远的地方发动攻击，俄海军黑海舰队将处于危险之中。经过近3个月的冲突，在黑海方向，乌克兰海军力量损失殆尽，而俄海军黑海舰队也损失不小。其旗舰莫斯科号被乌海王星导弹击中，并在拖曳营救过程中沉海，造成多人死伤。此外，黑海舰队另有1舰也被击沉。乌克兰国防部还披露，乌方开始接收多个型号重型火炮，包括射程更远的美制改良型 M109 型自行榴弹炮，以增强乌方远程打击火力。乌方还希望获得美制 M270 型远程多管火箭炮系统。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日前报道，多名美国官员指出，预计拜登政府最早将于下周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新的一揽子援助，其中包括向乌克兰提供多管火箭发射系统。The fight is really shaped by artillery in this phase, and we've seen serious exchanges of artillery fires over the last several weeks. We're going to stick with doing everything we can to make sure that they achieve their objectives. 最近几周，随着乌军在俄乌火炮大战中落于下风，乌克兰有了新的武器援助清单，其中多管火箭炮系统位于首位。据了解，美国政府倾向于提供 M270 型多管火箭炮系统和 M142 型高机动性炮兵火箭系统。这类火箭炮通过机动车辆平台发射，比榴弹炮具有更大的机动性。其中 M270 的射程为64公里，更先进的版本可以达到160多公里，而 M142 又叫海马斯火箭炮，射程最高可以达到480公里。相比之下，美国此前提供给乌克兰的 M777 型榴弹炮，使用火箭助推炮弹最大射程约为40公里。美国媒体报道说，海马斯火箭炮的射程超越了大多数俄罗斯火炮，可从俄军的火炮或火箭发射器的射程之外对其进行攻击。扩大的射程将使乌军能够威胁到俄军的物流枢纽和路线。不过，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周五表示，尚未对此作出最终决定。有美国官员披露，尽管美方对可能导致事态升级存在顾虑，但并没有给乌克兰使用西方援助武器的打击目标设定地理限制。乌克兰已经多次跨境向俄罗斯境内发动过袭击，乌克兰官员既没有证实，也没有否认这些袭击。而俄罗斯官员曾公开表示，任何对其国土的威胁都将构成此次冲突的重大升级。提供这种重型的武器啊，包括这个射程相对比较远的这榴弹炮的话，对于俄罗斯这个危害肯定很大，因为它现在正在有序的推进对整个乌东地区的这个合围，但速度呢还是比较慢。如果他这个对远处的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坦克啊，或者一些这个军队啊造成一些摧毁啊或者一些伤害的话，这会影响到俄罗斯的一些军事战略目的的这样一个实现。对于美西方不断递刀拱火，俄罗斯也展现先进武器进行反击。俄罗斯海军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号护卫舰周六在巴伦支海水域成功试射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锆石成功命中了位于约1000公里外的白海水域海上目标。此前，俄已多次成功试射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称，锆石是新一代无可匹敌的武器系统的一部分，飞行速度可达音速的9倍，预计今年年底列装部队。近日，俄罗斯通讯社报道，锆石导弹为俄首个海基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可从护卫舰、巡洋舰和潜艇上发射，最大射程达1000公里，战斗部重量可达400千克。该导弹可摧毁所有类型的水面舰艇和地面目标，且无法被导弹防御系统或防空系统拦截。的确是警告美国和这个北约不能直接把俄罗斯呢逼到墙角。另外一个呢，就是俄罗斯现在已经展开了对乌东地区的一个合围，那么美国呢，就是它可能会在黑海进行这个策应，因为光陆上提供这个武器可能已经不够了，所以俄罗斯是针对这一点的。
近年来，俄罗斯在高超音速武器研发方面的进步明显，包括锆石和匕首导弹。3月，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俄军在3天内2次使用匕首高超音速导弹，摧毁乌军大型地下导弹和航空弹药库以及大型油料库。这也是人类冲突历史中实战首次使用高超音速武器。匕首导弹最大射程2000公里，飞行速度快，突防能力强，发射后能够全程进行飞行机动，能够突破所有现役的防空反导系统，可携带常规弹头和核弹头，对敌方大型水面舰艇和陆地目标实施精确打击。目前，匕首导弹主要由米格31K 战斗机携带，已经在俄罗斯多个军区部署并执行战斗值班任务。在米格31K 战斗机飞行半径的加持下，匕首导弹的打击半径将超过3000公里。围绕乌克兰局势的外交斡旋也在持续。周六，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舒尔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在通话中，马克龙与舒尔茨呼吁普京直接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话，普京则警告法德不要向乌克兰提供重型武器。此外，三国领导人还就世界粮食安全等问题交换意见。据克里姆林宫网站周六发表的声明，普京与马克龙和舒尔茨在通话中就乌克兰局势深入交换了意见。普京通报了俄在乌特别军事行动最新进展情况等，指出俄乌谈判因乌方原因而处于冻结状态。他重申，俄方对恢复俄乌对话持开放态度。三国领导人还详细讨论了保障全球粮食安全领域的问题。普京表示，西方国家错误的经济金融政策以及反俄制裁是导致粮食供应困难的真正原因。俄方准备帮助寻求不受阻碍的粮食出口方案，包括从黑海港口出口乌克兰粮食。他指出，俄罗斯提高化肥和农产品出口将有助于缓解全球粮食市场的紧张局势，但这需要西方取消相关的制裁限制。普京近期也在与意大利和奥地利领导人的谈话中提出这项要求。俄罗斯和乌克兰占全球小麦供应的近1/3，俄罗斯也是全球重要的化肥出口国，乌克兰是玉米和葵花籽油的主要出口国。乌克兰和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将入侵乌克兰造成的粮食危机当作武器，这使得谷物、食用油、燃料和化肥的价格飙升。俄罗斯将这种情况归咎于西方对它的制裁。那么他们纷纷指责是俄罗斯，但实际上呢，这个战争的延续啊，乌克兰呢在这个黑海部署了很多的水雷，也使得那个民用船只没办法去运用这样一些粮食。这个粮食呢，不仅影响了欧洲的这个粮食安全，也影响了这样一个非洲啊。由于法国在非洲24个国家都有殖民地，所以他们还担心这个他所属的这个殖民地的这些粮食的安全，甚至是会引起的政治和经济上的这样一些危机。法德领导人在周六的通话中呼吁俄罗斯解除对乌克兰敖德萨港口的封锁，以通过黑海出口乌克兰粮食，从而避免全球粮食危机。国际文传电讯社援引德国政府发言人赫伯施特莱特的话报道称，此次三国领导人的通话时长达到80分钟。两位欧盟国家领导人在通话中坚持要求俄方立即停火并撤出军队，呼吁普京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直接谈判，以找到外交解决冲突的方案。法新社周六援引爱丽舍宫消息报道称，法德领导人在与普京通话时呼吁释放在亚速钢铁厂投降的约2500名乌军人员。5月20日，随着亚速钢铁厂最后一批乌军完成撤离，俄罗斯彻底掌控了该钢铁厂。俄罗斯联邦侦察委员会随后发表声明称，他们将对亚速钢铁厂投降的乌军进行审讯，确认他们的身份，调查他们是否参与了针对平民的犯罪。俄乌冲突以来，法德领导人多次进行外交斡旋。如今冲突已经进入第4个月，在战局陷入焦灼的关键时刻，普京在周六的通话中重点强调了西方持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的危险性。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援引克宫的消息称，普京告诉马克龙和舒尔茨，继续向乌克兰供应武器是危险的，并警告说，这么做有进一步破坏局势稳定和加剧人道主义危机的风险。实际上，英国在援助乌克兰方面显得尤为积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六表示，他和英国首相约翰逊通电话讨论了对乌克兰的国防支援，双方还谈到了在能源危机期间为乌克兰供应燃料的问题。自发生乌克兰危机以来，英国一直给予乌克兰大力援助。约翰逊甚至前往基辅与泽连斯基会面。
5月初，约翰逊也宣布了英国政府将向乌克兰提供13亿英镑的军事援助。意大利《晚邮报》周四报道称，有消息人士透露，英国首相约翰逊已邀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建立一个全新的欧洲联盟，成员还将包括波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以及土耳其，以作为欧盟的替代。该报道分析称，约翰逊正在瞄准乌克兰与欧盟主要国家之间的关系间隙，发起了一项旨在颠覆欧洲格局的倡议，建立一种全新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联盟体系，从而将不信任布鲁塞尔对俄态度的国家集结起来。报道还引述消息人士说法称，约翰逊对该计划已经谋划了1个多月。4月9日，约翰逊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时，首次向泽连斯基提出了这个想法。在约翰逊的设想下，英国将作为这个新联盟的领袖，成员国将包括乌克兰、波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以及可能在晚些时候加入的土耳其。据报道，有欧洲部长指出，约翰逊此举显然是在谋求政治红利，即希望英国在与布鲁塞尔关于脱欧问题的谈判中有更多的牌可打。不过，这么做也可能导致欧洲国家中间出现一道明显的裂缝。据德国智库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估计，截至目前，仅英国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对乌克兰提供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就超过了整个欧盟，波兰提供的援助则比德国、法国和意大利还多。不过，泽连斯基则更期待6月23日的欧盟峰会，届时将决定是否给予乌克兰欧盟候选国地位的问题。法国一直就没有说这个给乌克兰实质性的军事上的援助，因为他这个法国他很清楚，战争是在欧洲的战场，对于这个欧洲的经济，对于欧洲的安全造成重大的冲击。德国实际上也是如此，尽管呢这个加速了武装，但是呢这个需要很长的一个过程。德国战后一直是和平的力量，所以这些拱火的主要是美国。实际上呢，这个冲突本身也进一步的分裂了欧洲，这个是欧洲呢成为这个。这是冲突的主要的这个受害者。俄乌冲突已延烧超过3个月，乌总统公开声称东部局势相当艰难。俄车臣国民禁卫军前锋也已突入东部主要城市北顿涅茨克。那您对此有何观察？是的，童迪，自俄军攻克马里乌波尔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展很可能近在咫尺。乌军在东线的重要战役支撑点北顿涅茨克市即将动摇，围绕这座东乌城市，一个口袋正在形成。俄军由北进展至红利曼一线，由南迁出至波帕斯纳亚，袋口的宽度只有不到60公里了。这意味着北顿涅茨克的乌军要向西撤至另一个战役支撑点斯拉夫扬斯克，他们会在沿线的这个交通线上遭到俄军的炮火覆盖。我个人认为，俄乌冲突在东线战场上呈现出的很可能才是现代地面战争的典型样貌，那就是没有大开大合的大纵深突破，只有依托交通线逐一城镇夺控的拉锯撕扯。这就好比战争的迷雾散去之后，双方投入兵力相对透明之时，一局互相明牌的博弈。它完全遵循军事逻辑，舆论宣传、伪信息倒灌等手段很难真正左右战局的发展。据观察，北顿涅茨克口袋的形成耗费了将近2个月的时间。围绕美西方军援乌克兰的博弈也愈演愈烈。那吴先生，这场博弈对俄乌冲突战局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按照军事逻辑去研判，两国交战，如果战场只局限在一国之内，另一国却有广袤的大后方可以不受干扰地进行生产工作，那么胜负的天平将优先导向拥有大后方的一侧。一旦将这个博弈模型套用在俄乌冲突中，我们不难发现，随着乌克兰军事工业体系的支离破碎，这个国家的战争潜力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乌克兰军队的战斗力已经高度依赖美西方的军援投喂。普京自然明白此事的严峻性，他在给法德领导人的电话中明确提及了西方对乌克兰供应武器的危害性。西方有句谚语是这么说的：战争的开始往往源于个人意志得到了贯彻，战争的结束却往往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某种意义上看，俄乌冲突已经升级为俄罗斯与北约各国的一场直接博弈，是俄罗斯军工体系与西方许多国家军工体系的一场产能比拼。从局部上看，也许俄罗斯对乌克兰形成了全面的工业底蕴优势，但从长远上看，
俄罗斯以一国之力挑战美西方各国的众人拾柴，恐怕也难以为继。因此，要想打破这个博弈，我个人认为有2个观察点值得关注。首先是最关键的，乌克兰军队的战斗意志是否继续顽强。根据第三方公布的数据，冲突3个月来，俄乌双方的战场人员交换比大概是在1:5左右。随着东线战局逐渐朝着俄军有利的方向发展，乌军战场医疗与伤员后送的问题将会集中暴露，乌军的士气会逐渐抵达一个临界点。其次是美西方投喂的技术兵器在战场上是否发挥出预期效能。美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在我看来大致分为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以苏制装备为主，主要来源于不少东欧国家的冷战遗产。这些技术兵器交到乌军手上，形成战斗力的时间较短，用起来比较顺手。但这些东西终究数量有限，缺乏维护，质量堪忧。因此第2阶段军援主要以北约制式的现役装备为主。但技术兵器之所以叫技术兵器，正源于它要驾驭它需要士兵持续的训练。然而乌军显然只能硬着头皮开着上前线，边打边学。当美西方国家逐渐意识到自己投喂的装备无法发挥足够的效能的时候，拿纳税人的钱往无底洞里砸的反对声音就会陆续出现。也许当这2个临界点都到达的时候，基辅方面就不再拒接来自莫斯科的电话了。欢迎回来。俄乌战事不断，波斯湾地区局势也陷入紧张。不久前，希腊在美国的授意下扣押了伊朗的一艘油轮，抢走了油轮上的几10万桶原油。但本周5，伊朗在家门口果断出手，在波斯湾海域一次就查扣了2艘希腊油轮。此外，伊朗军方周6还向媒体公开了一些军用无人机地下基地的细节，并展示2种型号巡航导弹。那么，俄乌争端会否外溢到波斯湾？来看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穆罕默德·巴盖里周6视察一座秘密地下无人机基地，了解军方研制多种型号无人机的最新能力，包括战斗无人机和远程无人机。报道说，这座基地在扎格罗斯山脉的中心地带，位于地下数百米。它的建造使伊朗成为这一地区的无人机超级大国。报道的视频画面显示，基地容纳了100架无人机，多种型号无人机沿着隧道排列，还挂载着导弹。隧道宽大，巴盖里可乘车视察。报道指出，该军事基地内部署着多款无人机，包括阿巴贝尔5型无人机，它搭载了卡姆9型导弹，这是美国空对地导弹地狱火的伊朗版本。此外，还有空军的基曼22型无人机，它能够飞行2000公里的距离，并可搭载射程达200公里的巡航导弹。它也被称为海达尔无人机。此外，还有能够搭载巡航导弹和垂直导弹的法特拉斯无人机。无人机上面就配备所谓空对地的导弹，也就是这是察打一体的无人机。伊朗把自己国内生产的察打一体的无人机拿出来，就是主要就是告诉美国，伊朗在这个部分军事硬手段这个部分，它有充分的准备，它是很有底气、有准备，足以在海湾地区对美国和他的盟友形成利益的威胁和压制。报道中，伊朗军方同时公开了2种新型巡航导弹，分别是海达尔1型和2型。前者射程为200公里，是伊朗首型可由无人机发射的巡航导弹。其中，海达尔2型巡航导弹可由直升机搭载并发射。不过，该基地的具体位置并未对外公开。伊朗国家电视台记者称，其从伊朗西部的科尔曼沙赫乘坐直升机飞行了45分钟，飞往一个秘密的地下无人机站点，到达基地后才被允许摘下眼罩。2019年6月19日，伊朗使用国产霍达德3防空导弹，率先击落了一架美国 MQ-4C 全球鹰无人机。伊朗随后还播出了其导弹打击美军无人机的全过程，并且展示了被摧毁的 MQ-4C 无人机的残骸。MQ-4C 无人机是美国海军装备的一款大型海上侦察监测无人机平台。美国海军仅装备了2架广域监测无人机，但在部署到阿联酋数天之后，就遭遇了防空导弹的打击。在伊朗宣布击落美军的无人机之后，美军刚开始矢口否认，但最终还是承认 MQ-4C 无人机被击落了。美军誓言做好打击报复伊朗的准备，却在紧急时刻取消了行动。
伊朗此次公布无人机基地的时机点颇为敏感，针对美方的意图也十分明显。